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河南水灾，郑州重大人命损失，天灾还是人祸？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YouTube 平台跟 Clubhouse 平台的双平台直播啊。那么我们欢迎来自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面的网友和Clubhouse 房间里面的网友。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在讨论之前呢，我先做一个基本的这个事实铺垫，话题准备啊。那么这个话题准备，我准备了四个基本事实啊。第一个事实是7月17号以来，河南出现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啊，从暴雨到大暴雨再到特大暴雨啊。中国天气网说，7月20号16点到17点，郑州遭遇了极端罕见的强降雨，小时降雨量是201毫米。那么郑州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决定自即日起17时起，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么从历史常年平均数据来看，郑州市7月份整个7月份平均降雨量是146毫米。那么郑州市政府说，这次郑州遭遇的是百年不遇的强降水。20号，河南至少31座大中型水库水位都超过了警戒线。21号凌晨，这个河南水利厅又发消息说，河南此次降雨量超5000年一遇啊。那么随着这个降雨量的逐日攀升当地启动的应急响应也连续的攀升。到了21号凌晨3点，防汛应急响应从2级提升为1级这是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宣布啊。然后这个1级响应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1级响应主要应对以下情形：主要河流或者多个河流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第二个是防洪河道主要河道出现超标准洪水。第三个是主要防洪河道、主要河段堤防发生决口，需要启用蓄洪区然后大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那么天气预报说7月20号到21号，河南省黄河以北和郑州、洛阳、开封、平顶山等地仍然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特大暴雨。启动1级响应意味着当地政府宣布这个地区进入紧急防汛期。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讲这个事实1，就是我们现在看河南省郑州市的水灾的情况的基本的天气条件啊。那么事实2，7月20号那么郑州市经历了一场异乎寻常的考验。那么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击整个城市没有防备的市民面临的生命的考验。有些人被洪水冲走，有些人会因为掉到这个涵洞里面去死伤惨重2个主要的场景具有代表性。第一个是地铁5号线，第二个是京广路隧道。那么其中地铁5号线，其中有一辆列车超过500人被困那么造成了12人死亡多人受伤那么具体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公布这是地铁那么京广路隧道现在已知的情况，当地在清理积水的时候发现了2具尸体那么超过1000辆汽车在京广隧道的被淹没的京广路隧道京广北路隧道那么超过1000辆汽车那么里面的死伤的情况到现在不清楚毫无疑问，河南水灾人命损失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是郑州。
但是新乡等其他的城市仍然被洪水围困，形势严峻啊。这是事实2。事实3，郑州的洪水到底是暴雨成灾还是泄洪造成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水利专家王维洛王维洛是一个现在在德国生活在德国的一个中国水利很有名的中国水利专家他总结了他接受这个网站，法国的一个中文网站的采访，他是说郑州发大水是泄洪造成，然后他总结了这个泄洪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洪水这么严重的后果。他说有几个因素第一个，长庄水库位于这个郑州的西南，往北绕过了整个郑州的大半个圆圈这个是长庄水库。然后郑州的母亲河叫贾鲁河贾鲁河在市区接纳了5、6条其他的河流，再加上人工地上河就是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水渠中线水渠也和这个贾鲁河也汇聚到贾鲁河。那么所以呢，南水北调干渠和贾鲁河的河道把郑州像包饺子一样包起来那么这是现在的这个水文条件。然后他说这个市政府到郑州市花了534亿修建海绵城市，将贾鲁河修得像苏杭一样的水城，但是贾鲁河的排水能力并没有受到重视。贾鲁河的河道有的地方宽100米，有的地方宽只有20米，这会影响贾鲁河的泄洪能力这是第一。第二，其次，长庄水库无预警的泄洪那么完全违背规章而且泄洪的规模远远超出河流的承载能力长庄水库是在7月20号上午10点半开始泄洪那么泄洪不久就发现水库大坝出现了13个管涌，可以肯定长庄水坝应该报废了这是这个王维洛说的这水利专家我们不懂，他了解他说13个管涌，这个水坝已经完蛋了那么再就是郑州的水资源管理人员犯下了1975年的错误1975年就是板桥水坝的错误。他说河南省是一个缺水的省份，所以管理人员重视什么呢？重视蓄水而不是排水，所以他们没有做好应对这个非正常气候的准备。那么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信息缺乏透明。那么习近平7月22号说，河南各地出现了内涝，河流超载，个别水库出现了溃坝，这些消息外界根本无从得知那么有些有关灾难死亡的人数估计要到再过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会真相大白这是王维洛说的那么他说这个长庄水库通过贾鲁河泄洪，正是因为通过贾鲁河泄洪才造成了郑州这次灾害那么泄洪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半，官方文件说通知了农民撤离，事实上11点钟才通知，也就是说先泄洪后通知。那么有报道说泄洪为每秒500多立方米，这接近正确的泄洪量贾鲁河最大的流量是每秒600立方米那么长庄水库泄洪是每秒500立方米那么贾鲁河就出现了容许容量1倍的河水，它本身下雨，它本身水是满的
你突然来了多一倍，多一倍。贾鲁河进入市区之后，在超过河流最大吞吐量几乎1倍的情况之下，那么贾鲁河就在市区低洼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就漫过了河岸，涌入市区街道。为什么郑州市区出现了非常急的洪水？就是这个原因。这个王维洛先生的解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贾鲁河本身它没有足够大的泄洪能力，河水就漫过堤坝冲出去了，市区就看到洪水了啊。所以呢，造成了街道成河、地铁、隧道大进水的原因啊。那么王维洛现在住在这个德国，他在接受这个法广的这个采访的时候，他比较中德两国的这个水灾的原因啊。他认为德国的水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发生的太突然，因为德国已经近20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水灾，而且一般水灾发生的季节是春季。那么另外他还觉得德国这次呢，这个应变非常的迟缓啊。那么可能的原因是跟疫情是有关系啊。这是事实3，就是为什么郑州市区会出现洪水啊？因为你下雨只会出现内涝啊，洪水是有速度的水啊。那么这是第2。第3个事实，第4个事实啊。那么第4个事实是，河南省气象台7月20号从上午6点钟开始，总共发布了7个红色暴雨预警啊。那么这是第1。第2，郑州市政府没有根据规定3停啊。3停就是停工、停学、停运。停工就是所有的工作场所全部停止工作。停学就所有的学校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全部停课啊。停运就是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停止运营啊。那么显然郑州市政府没有3停啊，没有按照规定，因为按照规定只要是红色暴雨预警就应该3停，它没有停啊。这是第1个。第2个，长庄水库泄洪是1个小时之后10点半开始泄洪，11点钟通知农民，通知这个泄洪区的农民，但是他并没有通知郑州市的市民啊。郑州市的市民没有通知，也没有广播通知深州市的市民要做好泄洪的准备。所以为什么郑州市的市民完全不知道发生这回事的原因就是没有防备。这是第3。第4，长庄水库以及郑州市周边的水库这个调度失当，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没有预计到的高强度的降雨，所以他们这些水库没有尽快的这个腾出的库容啊，或者是没有腾出足够的库容，所以他们水库的警戒位水位超过警戒线。这是第4。第5，政府救援迟缓，武警、消防这个应急部门没有及时出现在险情发生的地点，就是发生险情的地点没有出现系统的救援啊，都是你可以看到视频很清楚。7月20号这个郑州市区出现洪水的时候，基本上是郑州市民在自救啊。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这几个4个基本事实啊。那么另外呢，我整理了一下这2天陆陆续续发生的事情。第1个中宣部不报道，就是一个这样的指令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记者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他发了一段话，他这么说，他说今天上午一连接到3、4个电话和
3个电话4个微信，分别来自河南河南某某部啊，河南某某部肯定是河南宣传部啊，或者是郑州叉叉办啊，网叉办啊，那就是郑州网信办啊。大致的意思是，你们媒体应该为河南的大雨洪灾、郑州的救助多点赞，少质疑，最好不要质疑。目前救人和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为重等等啊。然后这个记者大骂说，点你妈的赞，点你妈的赞啊！这么作为一级地方政府，这么大的事情，死了这么多人，还想舞啊？叭叭叭叭叭，这是一个啊。那么这个紧急通知，郑州市当地有一个紧急通知啊，现在出来。紧急通知，目前多家国外媒体在京广隧道现场采访，鉴于京广路隧道话题敏感，易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引发国际舆情，建议辖区办事处派工作人员深入街头，挨家挨户走访，沿街各商户，提醒广大商户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给对方任意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可能。如果发现相关情况，及时向辖区办事处反馈或直接报警处理。注意工作方式，切不要用短信、微信通知，请挨家挨户口头通知。看见没有？从中宣部到网信办，到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到郑州市的网信办，到地方政府啊，这个严防死守什么？严防死守真相的发生啊，真相的发生。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个新乡河南新乡107国道慢低，大家知道他们用什么去堵吗？视频里面看得很清楚，新乡107慢低居然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面粉，一袋一袋的面粉去堵，去排在这个堤坝上。这个各级防汛办的仓库里面连编织袋都没有，他们直接就调用面粉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地方政府干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最令人气愤的，今天我要借的这个平台，我要把这个信息发出去啊。什么信息呢？这是新乡新乡卫辉季庄桥啊，这是一个地方。他有一个人发了一段微博啊，他这么说，我是一个孕36周的孕妇，家住孟姜女河汇入渭河的地方啊，2条河汇入啊，就是孟姜女河汇入渭河的地方，就是季庄桥啊。他说，视频拍于凌晨4点50，洪灾之下，河水不断上涨，但我对政府一直是相信的态度啊。昨天我们村差点被人为的淹在了睡梦中，某些没有人性的决策者要趁着大家睡觉，不做通知与迁移的安排，开河堤泄洪。我妈这几天看着我的肚子，担心转移的话我会经不起折腾。我说不怕，孩子在肚子里比抱着方便多了。爱人在睡觉前会跟我说放心睡，需要转移会提前通知，有意外会拉警报的。昨天村里人能够理解政府人手不够，我们需要自救，一整天都在加固河堤。下午有了太阳，晚上不再下雨，大家终于有了希望，然而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河堤有村民半夜值守，发现要挖河堤的施工队，及时喊了村里人，几个村民跑去阻止，避免了这样的人为灾难。目前施工队的人已经吓跑，村民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哪位决策者的决策，希望灾后这样的地方决策者可以得到处理。我们不怕灾难，
不怕被转移，请求政府做好安排，不要把百姓生命视如草芥。这个孕妇的文字非常的厉害啊，我稍微的有一些啰嗦的字我给删掉了几个啊。然后另外一个人跟帖，一帮没有人性的东西。早晨5点半，大家来到堤坝边，眼看着河水在慢慢退去，有人在这里拿着铁锹守了一夜，发现有人在桥的上游开挖机准备开口，关键是围观者没有一个人通知撤离，下游全是在睡眠中的老百姓，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这个桥是河南卫辉季庄村季庄桥，这就是发生在新乡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叫长庄水库10点半泄洪，11点才去通知别人啊。中国政府常常干这种事情，就是先泄洪后通知，跑都跑不过来，实在是伤天害理啊！我就一定要在这里讲一下啊。那好吧，那我现在的这个话题准备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我提醒2点。第一个呢，就是请 Clubhouse 房间里的网友呢，尽量的把你的发言时间控制在1分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YouTube 平台的网友呢，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就是根据这4个来发表。那么我们现在房间有没有 Clubhouse Amy， 我把时间先给你，看看房间里有没有网友要发言，好吗？王老师，这个 Amy 的嗓子不太好，所以今天由我来代主持。好。然后我们这边暂时还没有很多朋友举手上台，要不您那边先来？好，那我就先来一下哈，就 YouTube 上面这边还是有很多观点在这里已经有了。情况，听王老师的节目很久了，坐标这次水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新乡，我住市区，繁华路段尚且被困3天2夜，更别说周边的农村了。市区内停水停电的住户比比皆是，我家小区周边道路水深没过大腿，地下车库清空了，都开出来小区绿地上。今天中午时分，道路积水基本清除完毕。我的同学群里，男同学纷纷说出自己为支援抗震捐出了什么东西，女同学一个个赞赏，整个气氛无比振奋啊！情况，今天萧山有村子被淹了，晚上萧山城乡街道这边8点社区上门说我们小区是危房，让我们找人投靠或者去边上小学坐着，9点钟要撤离，据说可能在外面要待2天。边上宾馆4点钟开始涨价，真是郁闷啊！这次这个台风去浙江啊，浙江会去2天时间，所以呢，我们这里特别提醒浙江的网友注意安全啊，做好准备，关键是要做好准备。一个是食品，一个是食水，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就是电池啊，经常要准备这些我们应急用的用品啊。观点：郑州西南市南水北调借用贾鲁河道，所以长庄水库是南水北调的重要的蓄水水库。今年习近平不止一次视察南水北调工程，并强调保证北方用水安全。我想这就是长庄水库即便是汛期仍然高水位蓄水的原因，完全是人祸啊！情绪，感谢王老师为墙内点燃正义和自由的火炬。国内民众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大多数受尽了社会的不公，负重前行，为生活打拼的普通人。很多人早已经觉醒，只是在铁拳之下敢怒不敢言。希望大家讨论的时候能把网络上别有用心的5毛小粉红与现实中的普通中国人区分开。
少一点站在上帝视角的无谓争辩，多提出一点建设性、启发性的情况和问题，让民主自由之光早日照耀这片土地。非常好的评论啊，非常好。我们还是要2点，第一个正向思维，第二个还是要把它们区开。我觉得尽量不要在网络上辩论吧，网络不是辩论，网络是表达意见的地方，但绝对不是辩论的地方，因为没有意义啊，辩论没有任何意义，在网络上辩论啊，因为这个我很有经验啊。观点，一个事实是，政府绝对在第一时间查看过京广隧道的视频监控，对灾情有准确的估计。如果死亡人数少，直接公布监控视频澄清事实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所以不这么做，而且派遣部队接管隧道的清理工作，只能是因为受灾人数超过一般人能接受的程度啊。当然，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他们已经之前做过的一个说法，说这个2021年5月6号，人民网转载了一个大河网关于这个郑州隧道。郑州隧道有6大模块，使郑州隧道会思考、会说话啊。这个郑州隧道的这个京广，就是讲的是京广路隧道啊。这个京广路隧道的试点，目前是郑州最为完善的智慧隧道。它的智慧化有6大模块，分别是综合业务展示模块、隐患事故感知模块、隧道内定位导航模块、应急管理模块、信息多渠道发布模块、移动 APP 模块。其中隐患事故感知模块和应急管理模块是保障隧道安全、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他们说会通过融合隧道弱电系统数据，所有的弱电系统数据是什么？网络就是弱电系统，和共享的气候数据、应急事件数据，借助郑州市大脑建设统一的视频平台，为隧道各类隐患和事故感知制定了规则啊，然后及早识别、早发现、早跟踪、早处理啊。当然，这里面有90%是吹牛的，但毫无疑问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有条件知道的。他知不知道是另外一件事啊，就他们能不能做处置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隧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们肯定知道啊，别装傻啊。情绪，这2天用微信跟还在国内的爸妈讨论河南水灾真相。我已经退休的爸妈让我信息发了半小时之后就撤回，说这样比较安全。我相当震惊，原来经历过文革的父母心里像明镜一般。我相信其实墙内很多人也如我父母一样是清醒的，只是不敢发声。 OK， 观点，王 Sir 好，我现在把朋友圈那些歌功颂德、盲目仇外的人专门建了一个标签分组，生活中尽量减少跟他们往来，也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也不差，不可能是蠢，只是坏而已啊。OK， 观点，网上流传一句话叫生的计划，死的随机。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哪里有什么安全可言？只不过你我恰巧没有在那条隧道里，没有坐在剁江维权司机的公交车上，没有正好路过报复社会者杀人现场，没有生活在疫情爆发初期的中心点。然而下一次灾难在哪儿，谁也不知道，只知道肯定还有下一次。每一次灾难发生的周围，人都像极了鲁迅笔下的看客，却不知这一次的看客或许就是下一次的主角。写得非常的好，写得非常的好啊！观点，
隧道如果出意外，真是插翅难飞。珠海刚建一条建设中的隧道发生意外，里面的工作人员14个工人全部死光啊。观点：气象部门连发7次红色预警，说明气象部门从上到下的紧张程度。然而，气象部门没有任何行政权力，预警上报没有任何的回音，省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习近平居然跑到西藏啊？难道防洪救灾现在都需要上报到中央才有权调动吗？这里面我要讲一下啊，应该是前年做了一次重大调整。什么调整？就是武警。武警原来是双重领导啊，双重领导，武警是一重领导是中央军委领导，另外一重领导是公安部啊，公安部跟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武警。那么由于公安部跟这个中央军委共同领导呢，那么地方政府是可以调动武警，当地的武警去干什么呢？去抗洪救灾啊，做一些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维持治安等等。那应该是前年啊，我具体时间我不记得，应该是去年或者前年。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武警全部划到中央军委。武警一全部划到中央军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方政府是没有办法调动武警的了。你可以看到现在地方政府在一些机动性的突发事件当中，它的机动性已经没有了啊，因为它没有力量啊，这是其中一个客观的原因啊，客观的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干？当然是政治的需要啊。情绪，以前汶川、雅安、玉树等都积极捐款，从公司到小区居委会。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一次一次的被打醒，从此再也不捐了。被骗一次是他们坏，第二次还骗我，继续上当，那就是自己蠢。献点爱心，这都这么难，荒唐啊，荒唐！一个国家如果做好事很困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制度有问题啊！观点绝对是人祸。就郑州这点雨量和积水，放在外面沿海城市和长江中上游根本就是很平常的水灾。比如我们宁波2013年水灾，积水雨水是郑州的好几倍，余姚所有街道8天都不通，100多万人断粮靠船运。郑州这点水灾居然死了上百人，不是无能失职还能是什么？那就如果是这样比的话，那深圳就更没法比了啊。情况还有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郑州某区发放救灾物资时，外地人被告知要等本地人领完之后才能领取物资，这样对受灾民众区域分化，令人发指啊！若开先河，将对以后的救灾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我不意外，我一点都不意外啊！本地人欺负外地人这种事情，全国到处都是啊！发救灾物资让他们等本地人领完了再领，这个不意外。但是并不是说我接受啊，就是这种恶很普遍，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情况专门去京广路隧道看了一下，还在继续抽水。现在道路两边都是警察和保安，不允许靠近。这2天一直在关注央视新闻，满篇都是在西藏。河南这么大的水，只报道了1分半钟，竟然连一个画面都没给习近平，我看习近平有一个镜头啊，习近平的车队往前开，两边全是身穿深色服装的这个藏民啊。藏民干什么呢？藏民手捧这个白色的哈达，大家知道哈达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车过的时候呢，就把哈达呢扔到这个车盖上，就是引擎盖上，就
扔到车上，表达祝福的意思。这个镜头，哎呀，我这现在没有这个表达的途径啊。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啊，你看得过去像什么？看得过去真像灵车啊，看得过去真像。你想想，他的衣服不是平时我们看的藏民穿的那种花花绿绿的，不是深色的，也许是为了表示庄重啊。然后是白色的哈达啊，白色的哈达一片，不断的往上堆在那个头车。那肯定习近平没在头车上，但是那个车队就是这个肯定在车队里头，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这个画面感非常强，但是看过去真的像灵车啊，底下的人都在喊灵车灵车。情况10年前我在郑州上大学，郑东新区在我上大学那几年修了巨大的人工湖龙子湖。郑州的南面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龙湖，这两个湖平时都是满水状态。情况坐标山东。王老师好，现在网络上到处宣传什么企业捐了多少钱，说什么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单位也是公布谁捐了多少，这本是好事，但现在越来越觉得政府担当在哪里？政府没有担当，没有任何担当啊。好吧，我这边就到这里啊，点点我交给你了好吗？好的，好的，谢谢王先生。然后我先我看到很多新朋友进来，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是这个王健先生的王健每日观察的 Clubhouse 和油管直播的每周六的特别节目，欢迎大家再邀请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河南水灾，郑州重大人命的损失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个主题，就是欢迎大家就这个主题有那个问题、观点、情绪或者情况来围绕这个主题发言。请愿意参加讨论的朋友呢，踊跃的举手上台发言。发言前呢，请你做好一下准备，做一下总结。发言请保持在1分钟之内。然后我们现在的排序是：第一个是 John， 你在吗？可以开麦，谢谢。John， 你在吗？如果不在的话，那么下一个是 Leo， 你在吗？嗨，大家好。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次的那个河南水灾，2分是天灾，8分是人祸。因为就像王老师之前所说的，当地官员把水是当成钱来对待的，所以说他们一开始觉得想赌这个命，赌运，而不想把水先放出去预防性的防洪，随后到实在来不及了，要溃坝了，他们才泄洪。随后我今天又看到一条消息，从那个京广隧道里面拖出一辆大巴，四面全都是黑布给盖着的。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们要掩盖这些事实。我觉得中共所做这些一切，肯定有一天会遭到人们的报复的。好，谢谢。好，谢谢你，李阳。下一个朋友是 Arthur， 你在吗？在的。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然后各位网友大家好。然后我觉得的话，这一次肯定河南的发生的水灾肯定是人祸了。那么肯定现在的话，河南是人间地狱，惨绝人寰的这种情况，而且需要有各方志愿者出手帮助。但目前为止的话，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过去，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受到帮助的。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其实现在我周围身边的朋友的话，全部都在关注就是奥运会，然后他们都在为中国队拿多少金牌来庆祝。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活在一个非常割裂的一个国家里面，然后就安全感非常的低。然后这样子就是下一次这样子人祸导致的灾难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Arthur。谢谢。下一个是 AB， 你在吗？请开麦。我在。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早前已经王老师那边那些网友好像都有提过了但是我上来也不好意思下去，只能再可能再说一两句。我是觉得这个是这个灾难吧，说是灾难，但大家其实都知道，其实不是灾难，这是人祸的成分还是多很多。
然后，但是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所谓的灾难，其实在中国就是经常发生。可能有一些小的灾难我们没有发生，是因为太小了，我们真的不知道。然后，但是哪怕那个范围比那个所谓的更大，就是说可能靠 COVID-19 对我来说，就是武汉肺炎对我来说，可能对他们的冲击更大，因为那个掀起的范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是说全世界，当然那时候中国内部也很大的范围的影响。但是好像类似这样这么重大的灾难，他们都可以这么迅速去把他们和谐化，然后好像没发生一样。反正就是今天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好像不关你的事。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在中国就是一直就不停在重复的出现，我觉得很可悲。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到底怎样看这回事？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方面的心态或者是不改变的话，哪怕今天我们在讨论郑州的天灾人祸，明天可能会再讨论另外一个地方的天灾人祸，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给到一个很到位的一个解释，或者是发生的问题出在那里，但是就是解决不了那个问题，对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到底有什么可能有就是可能怎么样可以就是觉醒到问题的根本在哪里，而不是每一次就是去说那里出了问题，那又怎样？那些问题肯定可以找出来，但是解决问题不是的。你看现在很快就给所谓的和谐化，还有就是可以掀起到是外国的那个天气武器，我觉得气候武器，真的对，真的无言了，我真的谢谢。AB 讲的非常好，就是这个问题是这是基本上是一个天问啊，这是一个天问。为什么这么快可以被？就是其实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责任到底在哪里啊？就责任到底是谁的责任？那么过去3-4天，我从我的腰伤好了以后，我们开始投入这个河南水灾的报道，到现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责任。刚才这个网友讲的很好，就是我们现在看河南水灾啊，这个2分天灾8分人祸，基本上是这样。人祸是谁的人祸？全是政府的人祸。那么你可以看政府没有按照规定3停，那么水库全是政府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水库全是政府的，水库没有按照正常的气候的要求去腾库，那么这个地铁没有按照这个红色暴雨警告关闭运营，然后隧道没有把这个，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个题目，就是关于这个隧道的问题。隧道没有把这个进口给封上，结果就是出口反而封上。其实有一个出口是被封掉，有个出口封掉导致这个车辆一直在大堵车。其实隧道里面的车辆非常的多，非常的密集，所以应该会有很严重的这个人命伤亡的情况。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出口还封掉所以你可以看，这全是政府。你看到的，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事情全都是政府犯了严重的错误，政府造成的这种人祸。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个层次就是政府要对政府追责，我们要把这个真相找出来，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 AB 讲的非常的好，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快就忘记了？你可以看很多的事情，从之前的非典到去年的武汉肺炎，到去年其实中国也是大水灾，去年的是长江中下游的大水灾大水灾之后，去年这个连政府部门去年就是习近平水灾的时候，习近平去了贵州，一滴雨没下的贵州。今年这个水灾的时候，他跑到西藏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很快政府用一系列的操作把这件事情抹掉，就是把这件事情从记录当中，从大家视野当中抹掉。
然后中国老百姓就忘记了。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放过他？这里面其实我们第二个层面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觉得这件事情，哎呀，反正我是幸存者，反正我是没有发生在身上，就放过去了。为什么是这种心态？我在这2天在推特上也看到很多网友的这个评价，这方面的讨论。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什么？归根结底还是国非你国，这个国家不是我的，这个国家我说了不算。这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国家我没有权利。当我没有权利的时候，我上哪去追责去？我用什么方式去追责？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实就是这样，老百姓没有权利。我都说过，当你没有选票的时候，你怎么保障你的权利？你没办法保障你的权利，你所有的一切你都决定不了。这就是现实。你想，中共手上左手握着枪，右手握着笔，控制了舆论，又控制了军队，然后他让公共视野看不到水灾这件事情，1秒钟他就可以实现，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在他手里，包括网络，所有的平台都在他手里，他1秒钟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当然，现在并不那么容易。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中共控制了公共舆论。这个公共舆论很重要，我们经常讲公共舆论决定了什么？公共舆论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说什么，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当他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时候，那就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我们对这件事情能持续多长时间的关注啊！这就是我们即将会看到的结果。我刚才念那段话，中宣部的那段话，包括网信办，包括省委宣传部，包括这个地方政府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什么？都是在管理公共舆论，就是让这件事情不出现让这件事情水灾的真相不出现在广大人民的眼前。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会看到的结果。好吧，大概这件事情我就回答这么多。AB， 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我觉得这个也回答了我的疑问，谢谢。然后下一个是 Steven 你在吗？我在。请开麦，我两个，谢谢。OK， 我2个提问，我快的讲完。第一个提问就是说，我看到荷兰省委书记是在今年6月，就是上个月刚好上任的，所以现在的荷兰省委书记好像有人说他是习近平他自己的人马。那我想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习近平他在用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用他身边自己亲近的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身边用的人会不会像是史达林在苏联的时候用的人一样，就是只是讲忠心，然后不讲能力？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一直很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普遍的大陆人，他们不会觉得言论控制是政府不想让你知道真相，他们反而会觉得说政府在保护我们。政府在告诉政府的控制言论是为了稳定社会，这个就是我一个很没办法去理解的思路。但我后来可能猜测啦，我的猜测是，可能大部分的中国大陆的人，就是他们其实知道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管道去做申诉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反抗政府，所以只能够用一个就是心理的补偿吧，绕个弯走，然后我就得到安慰了。来去让自己说啊，原来政府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也许是这种心态吧。那王老师也可以问您一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对，谢谢。我先说后面这个吧。后面这个关于对控制言论的问题，中国大陆的人怎么看？老实讲，关于控制言论这件事情，它是被正常化。就是
我上新闻学概论，我在读新闻系的时候，上第一堂课，新闻系的第一堂课就是新闻学概论。新闻学概论的第一堂课的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叫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就是我们在上的第一堂课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党的喉舌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舆论控制吗？所以实际上你在中国大陆的语境当中，或者是语言环境当中，关于舆论控制这件事情是一个舆论控制、舆论管制、舆论管理，这都是一个正向的词汇，它是已经合理化过了，就是已经被合理化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他们对这件事情这么接受？因为它已经被合理化过了，所以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前提来讨论，就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中共已经把它合理化、合理过了，所以中国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舆论就是要管制、管控，不能够让它变成打打杀杀的。你去问一下，大部分中国人是这么想，为什么？这就是被灌输的某种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有一部分人也会觉得把这个事实控制住我们看不到事实不好不舒服，但他只是在这个层面去理解，事实层面去理解，他没有理解到背后的这种思维的管制、洗脑，没有上升到这个层次。还有一些是什么？还有一些就是跑到你面前的讲这个我们要抵御外面的不是保护我们这个政府控制外来的这个信息是保护我们等等，这些话呢，大部分是粉红，你别把它当中国老百姓并没有那么傻，只是呢有些东西它鲜艳的已经被洗过脑了，被合理化了，所以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这后面这个问题我先答。第二个就是关于习近平用人，习近平用人跟他的前任，包括胡锦涛包括江泽民都不一样。那么习近平用人基本上用他信任的人，那么毫无疑问，习近平比他的前任，包括胡锦涛包括江泽民，他所拥有的权力更大，或者是说他更独裁。这个局面形成的中国官场的特征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在江泽民时代，江泽民的任期有一半是生活在邓小平的阴影之下。江泽民的后一半呢，他基本上独揽大权。江泽民到后来慢慢的把邓势力的人已经清洗干净了，然后都是安排自己的人所以呢，基本上后期江是比较独裁，前期呢江还是有所顾虑的。那么所以呢，江在用人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什么文化？用人看两条，第一条看政绩，因为你党内会有竞争，党内当然有竞争的时候呢，那大家要理解一个情况，就是我推荐一个人我推荐比如说张三我说这个人去当省长吧，那如果其他的人说这个人不行，他政绩不行，没什么业绩，我就会收回来那么我就下次就不好，我在提人选的时候我都要看一下他有没有政绩，否则我的竞争对手会找我麻烦，我不大红脸嘛，大家都这么高这么大的人所以大概是一个，你可以从江也好到胡也好，整个官场的文化，一个是要人脉，一个是要政绩，基本上是这个，缺一不可。到了习的时代呢，情况就有一些变化。习呢大权独揽，你基本上看不到党内对他能够形成有效制衡的力量。那他想提谁就提谁，
当他想提谁就提谁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绩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跟我的关系。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习的任内，你看得过去，一眼望过去，基本上是我们叫武大郎开店啊，武大郎开店全是小矮个儿，全部都不比桌子高的服务员，情况就跟现在的权力结构是有关系，就是说原来的权力结构没有像今天习近平这么大权独揽啊，所以你可以看，基本上我自己当记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江泽民时代的任何一个部长比现在的李克强都强，比现在的总理和副总理这现在的都是能力都很差，包括什么刘鹤这都不行。那个时候江泽民时代的部长比现在的总理强，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还是党内他的这种派系斗争形成的这种竞争的机制啊，好吧 ？OK， 就这么多。谢谢王老师。然后下一个，在麦序上下一个是Pam，我可能不太会读你的名字，就是带小礼花，然后那个对，请你开麦，谢谢。好，谢谢点点。然后王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位听众。那从那个您讲到的那个越南的政治制度的那一期开始关注您的节目。我今天有2个问题想要提问。第一个就是延续一下刚刚 Steven 所提到的第2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搭建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局，然后里面所有我们在外面看到感觉它很反科学，它很不正常的东西，反而在那里面所有人都认为它比较正常。那王老师请问您认为这个局会不会有一天会暴露，会不会有一天它会崩塌掉，或者说这个完美的局它会不会有弱点？就是我们看似它非常完美，但其实它还是会有弱点。那第2个就是说，关于最近你也经常在报道的一个话题，就是滴滴还有这个中概股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毕竟中国跟越南的政治制度是一样的，那您认为会不会在其他的国家拥有相同的政治制度下，所有的创业，所有的这个创业公司以及这个资本的这个创业，到最后都会面临就是说政府的整顿的压力，以及会不会就是说那个产权上不能得到保护，会吗？就是不只是中国，越南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吗？这是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看上去中共营造的这种局啊，看上去很完美啊，就左边是枪，右边是笔啊，那么先不听话就打，然后边打边洗到你不反抗，洗到你认同为止啊，然后有个别还洗不过来的就打不听就消灭，肉体消灭，这基本上是个完美的局啊，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但是这里面这个局呢有3个基本的弱点。你刚才讲弱点，我们觉得应该讲缺陷啊，基本上3个基本的缺陷。第一个缺陷，谎言它真的是谎言，它不是事实。那么我们讲谎言，它只能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之内才有效。那么在所有的谎言，我们叫有句话叫纸包不住火，你终究会被发现的。你比如说像韩战啊，抗美援朝原来讲的各种理由，到后来发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啊，说我们打赢了，就其实没有打赢等等。就是说你谎言最终是谎言，你最终所有的谎言都不会被揭穿的
这是第一个，就是中共重写中国历史，重写世界历史，把所有以前的书全部扔掉，那么重新写，重新书写当代史啊，编各种各样的故事。对，你可以做到这个很完美，但是问题是背后的事实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最终还是要穿帮，这是第一个基本的缺陷啊。第二个缺陷是什么？第二个缺陷就是你要改革开放啊，你要发展经济，你要获得一个基本的这个社会运转的方式。当你这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联系啊，中国国内的联系，中国跟国外的联系，各种联系，你一定会发生的。那你想一下，这个完美的局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把信息控制得像铁桶一样。可是现代生活你不断的会有联系，跟外界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这跟1978年以前不同。1978年以前，中共把中国的老百姓跟国外封闭的像铁桶一样，现在已经做不到。那么你意味着什么？四面漏风。你四面漏风，那你的这个故事就很容易穿帮。首先你是谎言，谎言迟早会穿帮。然后现在的生活方式，现在的科技让这个谎言很容易穿帮。还有一点就是人性，中共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违背人性。违背人性，对，在短时间之内大家可以忍一下，但是长期是不能忍，长期不能忍。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不断的，我们就说到文革为止吧，不断的搞运动。为什么之前我们的上一辈的人服服帖帖？原因是什么？不断的在搞运动，不断的天天抽鞭子，那是听话了。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国家会崩溃的，因为没有经济现象。好，改革开放，大家搞经济了，你就不搞运动，不搞运动，你一代、二代、三代，好，现在习近平开始搞运动，但是不要忘记了，你真的要回到原来的情况，你就不断的搞运动，必须不断的搞运动，不断的抽鞭子。但是当你一开始进入这个苗头的时候，你发现形势有没有发生变化？形势发生，经济开始不行了。为什么不行？那你左一下右一下，左折腾一下，互联网企业折腾一下，现在滴滴折腾，不断的在折腾。当你折腾啊，刚刚新鲜出炉的是什么？教培行业消灭掉，教培行业是数以万亿的这个产业，你把它消灭掉，就业很多人就失业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当他开始折腾的时候，中国又会慢慢的经济又会下去。当你经济开始下去的时候，你这个局就维持不住了。这个局你要维持在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就是经济正常运行。当你这个局经济不能正常运行的时候，你的局还能维持吗？没办法维持。这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共这个所谓完美的局，其实它有根本性的缺陷，它是没办法持续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产权制度的问题。我们过去2个月吧，不是过去2个月，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11月份蚂蚁集团上市开始，中共对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采取了文革式的打击。文革式的中共包到现在的滴滴，到现在的这些教培股啊，教培股、中概股、互联网股啊，那么这个习近平不断的在打击他们，应该至少有3-4千亿美金了吧？从蚂蚁集团到现在，差不多3-4千亿美金了吧？反映了什么？就反映了一条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在中国，产权没办法保障，产权是无法保障，
中国没有一个可靠的产权制度，所以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你手里握着的财富啊，你手里握着的所有的财富都是不可靠的，它可以1秒钟把你拿走，不管你多有钱。所以在这里你看看马云是什么情况，看看马化腾什么情况，你就大概知道这情况。这就是本质。为什么？共产国家它是反对产权制度的，所以所有的共产国家，你在那个国家所有的财富都是不可靠的，包括你问到的这个越南一样的，共产党一丘之貉，好吧 ？OK。谢谢王先生的解答。然后我想提醒您一句，您那边油管时间是不是我快到了？油管这边我把油管这边的网友的再读一下好吗？好的，好的，您先。观点：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而不是反过来。中国人之所以脑残粉红，原因在于中共的邪恶洗脑。遭遇铁拳，有一部分粉红会醒过来，但是要让大部分的中国人清醒，根本道路还是要推翻中共，非常正确。但是我是不同意，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不一定的。你可以看一下全世界的范围，中国不具有代表性。观点：郑州的惨剧就是无数导致质变的量变因素之一，所有这些事件堆积在一起，终有一天会形成一只巨大的黑天鹅，席卷这片流满罪恶的土地。提问：请问王老师，这次郑州渎职官员有可能被问责吗？我不知道，这要看习近平了啊。情绪先开闸泄洪，再通知，甚至不通知，这就是赤裸裸的谋杀。这和中共过去100年在中国做出的事情如出一辙，是有意识的故意的杀人，还说什么下雨天灾，就是故意杀人。观点：我和父母聊过国内的人为什么不关心灾情，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大家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的生活没有兜底，但是只要自己不说不看，就能避开内心持续不断的焦虑，让自己感到安心。是大部分老百姓就这种心态。情况：今天联系新乡的同学，那边已经淹得非常严重了，比郑州严重太多，断网断电，有很多没有撤出来的人急需救援，但没有人关注了，都在庆祝金牌。观点：隧道灌水时，出口附近的人还有可能去下决心弃车逃亡，里面的人离出口远，在看不到真实情况的情况下，很难下决心逃跑，所以不可能存在几分钟就跑出隧道的可能。情况：这次水灾，农民真的太惨了。听一个阿姨说，她那边有一户养1000多只羊，最后只牵出来1只，其他都淹死了。那个农民跪在地上抱着羊哭啊，说只有1只，还有希望可以东山再起，太心酸了。情绪：人民不是公民，死的不是权贵，被打击的只有 5%。 当老百姓一盘散沙的时候，只能说这个国家没有外敌的时候，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旦出现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共的统治用中共的话语说，就是军队就是水淹七军。其实我一直在讲，中共其实是很精的啊，他知道这个国家经不起任何一场战争啊。中共失去政权最接近的理由或者原因是什么？就是战争。所以轻言战争这件事情通常是什么？通常是吓唬人的啊。我知道，就是说在所有的因素当中，就是中共下台的所有的因素当中，最接近的一个条件，一个因素就是战争。所以中共不会轻易打仗，打什么仗？情况在你看哈，你看中国跟印度冲突，打了2下马上撤回来。
中国去打越南，打了2下也马上撤回来，为什么？为什么？都是打仗形势看得过去还不错，马上停回来。外交上的因素不是，中共很清楚，他是经不起战争的，他根本经不起战争的冲突。战争是什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就是冲击，非常强烈的外边的冲击。中共的这整个机制是什么？中共的机制是对付老百姓的，它全是对内的，它的制度设计是对付老百姓、对付内部的，它不是对付外部冲击的。它其实对外部冲击的这种能力是很弱的。它能打吗？它打不了，所以打2下马上就往回撤啊。情况在微信跟朋友用方言说了一些郑州的情况，微信被封了。这是在朋友圈纪念李文亮医生之后的第2次啊。观点，刚才有网友说大陆民众对政府问题麻木不仁，这些是不了解大陆民众的问题，太不了解大陆了。民众说话说不了，水灾还没有结束，媒体舆论已经开始带节奏，各种感恩戴德怎么办？你发个朋友圈，分分钟让你去派出所喝茶，最差的也给你来个训诫，不服说你寻衅滋事，关你个10天8天就服了。 OK， 情况几年前我们河北大雨，政府泄洪没有通知，淹死了好多人啊。观点，禅让封建郡县，只有在郡县制之后，中国政治受法家思想影响，才强调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但是中国传统一直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萌芽，现在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民主，是因为没有继承传统中理性民主的因素，犯了非此即彼、非西即东、非先进即落后、非革命即反革命的2元化认知错误。要知道，党国在夺权之间也是号召民主起家的。中国传统与民主我怎么没觉得？中国离民主最远，我认为中国人离民主的概念最远。为什么？一直就是这样。观点，中国人普遍没有独立的人格，原因在于中国把类似国家、党之类的集合名词赋予人格，比如国家这次东真格的了，这样说话好像这个集合名词像人一样有独立的意志。另外一方面又把个人去人格化，比如把人说成螺丝钉，这样让人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的人格不在个人，而在于国家、党这种集合名词里。非常对。提问，王老师节目中引用的文章可不可以在社区上放链接？社区上放不了链接我们的社区不允许放链接我可以贴原文，但是没办法放链接。好，明谢青青谢谢周明谢谢啾谢谢帮 Max 买零食好的谢谢带 Max 谢谢Helen 谢谢。好，我们今天这个 YouTube 的直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OK， 点点。